大家好，我是新月，今天和大家聊一下长期国债的 ETF。那大家比较熟悉的呢，就是 TLT。随着美联储它现在降息的时间表出来之后呢，很多说法是觉得这 TLT 还是有机会的，就是长期国债 ETF 还是有机会的，那至少能涨个30%到50%以上。那是不是有这个可能性呢？其实按照历史数据来说呢，这个是有可能的。那当然了，这个中间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。那我今天这个视频呢，就跟大家详细说一说这个上涨的可能性，然后它的一般，比如说上涨的话，它的一个过程，然后它的时间表是怎么样子的。然后呢，我们详细说一下中间的风险。那大家在投资的时候呢，心里就会有些底。那还有一个呢，就是我上期视频说到了，就是买国债本身，然后收着利息，等它价格涨上去卖出这样子一个方案。这期视频呢，我主要讲一下就是直接做 ETF 这个方案，两个方案我跟大家比较一下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哪个如果想要投资这方面的话，哪个比较适合你。首先，我们看一下，那如果降息的话，长期国债 ETF 它是怎么涨的一个形式？那我这边就是还是以 TLT 作为举例，因为它的时间比较长，虽然也不是很长，5年多了，但是对于长债 ETF 来说，它的时间是比较长，并不是说它是最好一个，但是大家呢都比较熟悉这个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基本上每次经济危机的时候吧，美联储它都会降息。那么近些年的话，降息主要就是2次，一个是08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次贷危机它降息了，从原先的5.25左右吧，直接归零了。那还有一次呢，就是2020年那个时候新冠疫情，那时候也是从原先的2点多的利息，然后也直接是归零的。那这2次降息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国债的 ETF 它的涨幅是怎么样子的。先看08年次贷危机那个时候，那个时候呢，就是最高利息涨到了5.25，跟现在其实差不多。那它的利息呢，也是维持了挺长的一段时间，前后差不多也有1年的时间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其实国债的 ETF 它没有涨了太多。那其实从最底上从最下面到最高的话，也就是一个13%的涨幅。那如果从前到后的话，我们看其实它的涨幅也就3点多。但是呢，从降息这个时间点开始到降息完成，就是那个利息从5点多直接降到了0.16%，基本上是归零的这种状态下呢，这个国债的 ETF 它一共涨了57%，涨幅还是挺大的。特别是看到在降息快结束的时候，那最后的1个月的时间吧，它是急速的一个拉升。但是大家也要小心，在急速拉升之后，它就开始急速的下跌了。我们再来看2020年新冠疫情那段时间的它的一个 ETF 的涨幅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其实从2018年12月到2019年7月，也就是半年的时间吧。那个时候它的美联储利率其实是没有变动的，都是2.4。那个时候呢，它其实有一个轻微的涨幅，其实也还行，它大概涨了15%左右吧。这个时候呢，之后呢就开始降息了，可以看到之后。降息了之后，它又开始最后结尾的时候有个急速的拉升。如果从利率的最高点到降息结束的话，它其实一共涨了55%。那从降息那个时间点开始到最后降息归零，就是利率几乎归零那个状态呢，它也涨了39%。同样，大家可以看到最后那1个月其实这个波动非常大，一个是急涨急跌的状态。如果我们看日线的话，会更加清楚一点。在日线上面看，2020年这个时间段，它几乎就是在最后1个月吧，上涨跟下跌的幅度，这个波动有20%以上。对于一个债券 ETF 来说，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波动了。那08年的降息末尾的时候，我们其实也是差不多的状态，在最后1个月呢，它急速拉升，直接涨了32%，之后又是一个快速的下跌。所以说，我们做这类的 ETF。
其中一个风险也是比较明显的，就是它的价格风险。在末期的时候，它的价格波动非常大。在整个的降息进程中呢，这个 ETF 确实是有比较大的涨幅的。那从我们2次历史数据看，都有50%以上的涨幅。但同时在降息结束前面这段时间呢，波动非常大。说是市场情绪，其实更多的其实就是炒作的关系。因为为什么利息到0的话，那肯定是利好股市的，很多公司的盈利就上去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就是大家离场的时间了，钱都从债市往股市走了，走之前先拉升一波，赚一波，然后急速的离场。那个时候的话，大家就要小心点了。还有个风险呢，就是利率和通货膨胀的风险。其实说实在点，就是美联储它会不会按照它给的时间表降息？那现在它给的时间表是到2026年它会降到3.1，那以目前5.33%的利率来说，它应该降2%了。但是它其实这个是有前提的，就是通货膨胀的数据得到控制，也就是他所说的到2026年通货膨胀能到2%。但这个数据真的是谁都不能保证，通胀一定不上去，战争也好，区域的经济冲突也好，石油危机出现任何一个通胀都有可能上去。现在的通胀是3%点多，那2年之后必定会降到2%吗？不确定。那美联储它现在的政策就是，宁可不降息，或者是缓慢降息，也不要说是先降息了之后不得不加息，因为第二种情况如果发生的话呢，对经济也好，然后对企业也好，这个伤害就更大了。大家其实现在也在担心说，会不会还有加息的可能性？其实这可能性比较少。美联储它现在一直拖着不降息的原因，就是说它不希望先降后升，或者说它不希望再加息了。所以说加息的可能性少，但是降息的幅度和降息的时间，这个不确定性其实是挺大的。那如果说它降息非常慢，或者说甚至于很长一段时间不降息的话，那这个国债 ETF 的上涨空间就会比较少了。总结一下，就是优点也挺明显的。如果降息成功的话，它整个的涨幅是挺诱人的，50%左右的。那缺点的话，一个就是降息结束之前，然后它的价格波动是非常巨大的，这个时候考验大家技术和心理承受能力。还有一个就是美联储它是不是会降息，这个不确定性还是存在的。其实从目前这个 ETF 的图形上来看呢，已经在底部了，那上升的空间呢还是挺大的，但是呢，就是说这个过程还是挺曲折的。可以看到这一波的拉升，其实就是美联储在去年的时候开会说，2024年它要降息6次，大家好开心，然后涨了一波，之后没有动作，迟迟不降息，啪又下来了。那最近呢，就是美联储给出了具体的降息时间表了，那又有一波小的拉升。那之后它会怎么样？会降息缓慢吗？还是说，直接开始降了，啪又上去了，对不对？整个过程当中呢，会有不断的有消息出来，不断的影响它的价格，还有市场的情绪。如果股市变得非常好了，那钱肯定要从债市去股市了。那如果说股市不好的话，钱肯定又回到债市。这其中的各种波动呢，反正就是长期是有上涨空间的，但是短期的话，波动还是不小的。最后说一下，购买长期国债本身和买长期国债的 ETF 这两个之间呢有什么区别？两个呢都还不错，区别也不是特别大，只不过就是说看个人的偏好。那我这边为什么一直在说长期国债呢？因为只有长期国债它的买卖之间的获利空间会比较大一点，短期的话其实很少有那种通过买卖来获利的，更多的话就是买短期国债本身，然后收利息这么一个方法。长期国债目前的固定利率呢，在4.5左右。目前几次拍卖的结果都是4.625，但是这个是随着美联储的政策它会有变动的。那我说的固定利率是你购买了之后锁定的一个20年期或者30年期，它固定每半年会给你的一次利息的那个利率，而不是说你实际的收益。实际的收益的话是看你每次拍卖的价格，这个当中还有市场的波动。那目前长期国债的话，它的实际每年的收益也是差不多在4.5左右，随着市场在波动。那长期国债 ETF 的利率呢，它是浮动的，它其实不能算是利率，是你购买了这个 ETF 了之后，它给你的股息，这个算是 dividends。那它浮动的呢是在3.5%左右。
这边可以看到，在这近一年的时间吧，利率都是在高位，基本上是5.33的这个利率范围。那这个长期国债 TLT 的，我以这个作为例子啊，TLT 的它的股息呢是在3.79，最高的时候，低的时候呢是3.13，反正就是在3.5这个空间。那我们看长期的话，TLT 虽然说它历史在长债 ETF 当中比较久，但它其实也就5年多的时间。可以看到，在利息低点的时候呢，它的股息收入也不高，也是1%点多。那高的时候呢是3%点多，它是浮动的，根据基准利率会变动的。第二个区别呢，就是预期的涨幅。你买长债本身，等到利率下降的时候呢，你卖出去的获利预期只是根据历史数据说的一个预期，可能是30%左右。那长债的 ETF， 我们刚刚也看了，根据前2次的历史的话，它大概一个涨幅是50%左右。造成这个原因呢，就是长债 ETF 它的波动更大，受市场的一个就是操纵，那它会涨得更多一点。最后一个呢，是它持有形式上的不同。长期国债本身呢，你是买了之后锁定一个长期的利率，20年或30年的时间，你想持有多久就可以多久，你持有20年也可以，30年也可以，这个时间段的利率都是固定的。现在是4.625，之后可能会变动。那你等到比如说国债的价格上涨了，你卖出去的话，然后获利。如果你在券商这边购买的国债，你可以直接在券商这边卖出。那如果你是在官网买的话呢，你需要转到券商，然后把它卖出去。那具体的方法呢，我频道当中都有详细的教程。那长债 ETF 呢，其实它就跟个股或者是一般的 ETF 操作是一样的，你直接在券商这边买入就可以了。那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卖出，这也就造成了它的价格波动会比较大的一个原因。好，今天就到这里了。那我这期视频呢是全部做完了之后，感觉不太对，推翻重做的。我是又觉得美联储降息这个机会还不错，又担心大家受不了波动，然后亏钱，所以最终决定说的还是客观一点，把风险什么的列了详细一点，尽量给出全面一些的分析。那如果大家有什么观点看法，或者觉得我什么地方处理不太好的话呢，我们在评论区讨论。